大家好，很高兴能和我的一位朋友在一起。他曾是荷兰的首相，我非常了解他，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马克·吕特，现在他是北约秘书长，而且做得非常出色。我收到的每一份报告都说他做得多么出色。听到这些，我一点也不惊讶。我们必须支持他，我们也支持了他。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决定支持他。他以前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首相，现在也做得非常出色，而且现在的工作更难。哪个更难？是当荷兰首相，还是现在这个？现在这个工作相当难，我觉得现在这个稍微难一点。不过荷兰的政治也很残酷，但现在这个确实很难。你做得很好。我们将会讨论很多事情，很明显，我们会讨论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。此刻，我们有人在俄罗斯进行会谈，我们有代表在那里，像史蒂夫·威特科夫和其他人，他们正在进行非常严肃的讨论。你们知道，乌克兰已经同意在今天发生的事情之后完全停火，我们希望俄罗斯也能这样做。成千上万的人正在被杀害，通常是年轻人，大多数是年轻人。我们刚才还在讨论这个，每周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被杀害。我们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停止。他们不是美国人，而且大多数也不是荷兰人，他们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，但他们都是人。我想每个人都有同感。我们希望它停止。这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来说也是巨大的代价。如果我还是总统，这种事绝不会发生。一想到它竟然发生了，我就很生气。但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必须阻止它。过去一周，马克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，我们一直在合作，他做得确实不错。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。我们还会谈论贸易和其他各种事情。我认为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棒的会谈。今天是很棒的一天，之后我们还要共进午餐，之后就和大家说再见了。马克，你想说点什么吗？首先，再次非常感谢总统先生接待我，也感谢您在连任几周后抽出时间在佛罗里达州与我会面。没错。当然，还有我们几周前的通话，我必须说，基本上是你促成了现在欧洲在国防上的总支出，比你在2016、2017年上任时增加了7000亿美元，这是你上一任期的成就。但如果你看看你的这个任期低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，确实令人震惊。欧洲人承诺了8000亿的国防开支计划，德国现在可能会额外增加5000亿的国防开支，当然还有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其他人都承诺要增加更多的国防开支。我们做的还不够，需要做的更多。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努力。在海牙峰会召开前夕，以确保在您的领导下，北约能够真正的重振活力，而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我们还讨论了国防生产问题，因为我们需要生产更多的武器，我们做的还不够。美国没有，欧洲也没有，而且与俄罗斯和中国相比，我们还有所欠缺。你们拥有庞大的国防工业基础，欧洲从美国购买的军备比美国从欧洲购买的多4倍，这很好，因为你们有强大的国防工业，但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多，以确保我们能全力投入生产，并消除官僚主义。我很乐意在这方面与你合作。最后，关于乌克兰，是你打破了僵局，正如你所说，要停止一切杀戮。年轻人正在死去，城市被摧毁，而川普总统在你的努力下，你开启了与俄国人的对话，以及在沙特阿拉伯与乌克兰人进行的成功会谈。我真的很想为此赞扬你。海牙是我的家乡，我希望今年夏天在那里接待你，并共同努力，确保这将是一个轰动性的真正的成功，将美国的力量投射到世界舞台上。正如马克所说，我第一次参加北约会议时就注意到很少有国家按时缴费，即使缴了也没有支付他们应付的份额，只有7个国家支付了他们应该支付的费用。确实，只有极少数国家在缴费，即使是那些缴费的国家也只达到了2%，这个比例太低了，应该更高，应该高得多。
波兰是个例外，我记得波兰实际上支付的费用比他们应该支付的还要多一点，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他们一直都很棒，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是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支付，或者支付的很少。我认为在那次会议上提出来不太合适，但我说下次会议上我会提出来的。你知道，第一次会议我想给大家一个缓冲的机会，第二次会议再说。然后就开始了，我成功筹集到了数千亿美元，我就说如果你们不付钱，我们就不参与，然后资金就开始涌入。由于我的行动加上与包括马克在内的许多人合作，北约变得更加强大，但他们不会为其他总统付钱，而且我认为其他总统甚至不知道他们没付钱。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付钱了吗？实际上，他们告诉我只有7个国家付钱，也许你是对的，可能只有3个，那样的话就更糟了。但总之，他们就是没付钱。我说，如果你们不付钱，我就不会保护你们；如果你们拖欠款项或者不付钱，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你们呢？我一说完，就受到了媒体的一些抨击。他们说：“哦，天哪，这不太好吧？”但如果我不那样说，就不会有人付钱了。然后数千亿美元就开始涌入。你们知道，数千亿美元涌入北约，北约也因此变得强大。你们都记得这件事，还有你们的前任，我认为他是个非常好的人。当然，斯托尔滕贝格向您致以最诚挚的问候。太棒了，斯托尔滕贝格秘书长他说，自从川普上任后，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。我们以前从未见过数千亿美元，实际上可能有近6000亿美元涌入，北约也因此变得强大。现在我们必须明智地使用它，我们必须结束这场战争，你们的生活将会恢复正常。也许我们快了，我们得到消息说，与俄罗斯的谈判进展顺利。在听到最终结果之前，一切都没有意义。但他们现在正与普京总统和其他人进行非常严肃的讨论，希望他们都想结束这场噩梦。这是一场噩梦。当你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太可怕了。他们每周都给我看战场上的照片，我几乎都不想看。看到年轻人倒在那里，太可怕了。战场上到处都是胳膊腿和头颅，惨不忍睹。这种状况必须停止。那些年轻人也有父母、姐妹、兄弟和朋友。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能有个好消息，我们会在1周内知道乌克兰的情况。我们得到了一些关于俄罗斯局势的积极信号，希望他们能做出正确的决定。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全人类，而不是金钱。但如果你把金钱也考虑进去，就会发现数千亿美元被毫无必要的浪费掉。这场战争本不应该发生，所以很荣幸能邀请各位到场。他们选了一位很棒的先生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太高兴了，因为之前那位斯托尔滕贝格就非常出色，现在这位也一定会做得非常棒，我非常支持他。你们都不知道，他们之前还想选另外一个人，我不太喜欢，非常不满意，我觉得我阻止了那件事。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？我说这个人才是最合适的，他的确很棒，他曾是荷兰的首相，而且做得非常好。他现在就在做这件事。感谢各位的光临，非常荣幸能邀请到各位。今天我们甚至还有一些很棒的能源界人士，对吧？我们有伯格姆州长，还有克里斯。你们知道克里斯，按照州长的说法，他应该是能源界最有才华的人，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。还有将军，你一直都做得非常棒，非常感谢。我们还有很多优秀的人，他们不会过多的参与此事，但他们想看看发生了什么。这里有点太热闹了，但他们想看看发生了什么。我认为很多好事正在发生。那么，如果有人有问题的话，可以提问。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协议呢？我们希望看到俄罗斯方面停火。我们并非在暗中行事，我们一直在和乌克兰讨论土地问题。哪些土地可以保留，哪些会失去，以及最终协议的所有其他要素。其中还涉及到一座发电厂，一座非常大的发电厂。谁来控制这座发电厂？谁来得到这个那个？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。
但第一阶段是停火，很多具体问题也已经讨论过了。我们一直在讨论补地的概念，因为如果停火没有意义，你就不想浪费时间。所以我们说，看看这是你能得到的，这是你不能得到的。他们讨论了北约以及加入北约的问题，大家都知道答案是什么。公平地说，他们已经知道这个答案有40年了，所以最终协议的很多细节实际上已经被讨论过了。现在我们要看看俄罗斯是否真的有诚意。如果他们没有诚意，那对全世界来说都将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时刻。刚刚普京表示，他愿意停火，但仍然有一些顾虑。他建议你们两人直接对话。你有什么计划尽快与他对话吗？如果有，大概什么时候？我们如何才能促成此事？当然，他今天确实这么说了，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声明，因为其他人说法不一，而且你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意义，或者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是在发表声明，我不认为他们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。他发表了一个很有希望的声明，但并不完整。是的，我很乐意与他会面或交谈，我们必须尽快结束这件事。你知道，每一天都有人被杀害，就在我们坐下的这短短的时间内，就有2个人在战场上丧生。想想看，每周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，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太多时间了，必须尽快解决。这件事不应该很复杂。总统先生，加拿大代表和财政部长今天在这里将会见您政府的成员，您是否有可能在铝材的关税和计划于4月2日生效的关税上做出让步？不提，我不会改变主意的，不会的。听着，我们被敲诈了很多年，我们不能再被敲诈了。不，我不会在铝、钢铁或汽车方面有任何让步，我们不会让步的。作为一个国家，我们被敲诈了很多年，我们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成本。就加拿大而言，我们每年花费2000亿美元来补贴加拿大。我喜欢加拿大，我喜欢加拿大的人民，我有很多加拿大朋友。伟大的韦恩·格雷茨基，他有多棒，他是最伟大的。我认识很多加拿大人，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。但是美国不能每年补贴一个国家2000亿美元，我们不需要他们的汽车，不需要他们的能源，不需要他们的木材，我们什么都不需要。我们是想给他们帮忙采买他们的东西的，但什么事都有一个限度，你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国家。说实话，加拿大只有作为一个州才行得通，我们不需要他们拥有的任何东西。如果它成为一个州，无论如何也会是最棒的州之一。从视觉上看，这将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家。如果你看地图，会发现有人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划了一条人为的直线，很久以前有人画了这条人为的线，那是很多年前画的线，毫无道理。加拿大作为一个伟大的被珍视的州，会非常完美。他们可以保留加拿大这首国歌，我喜欢它，我觉得很棒，保留它。但那会儿是这个州的州歌，会成为我们最伟大的一个州的州歌。我们为什么要补贴另一个国家2000亿美元？当然，这是每年2000亿美元。再说一次，我们不需要他们的木材。我们不需要他们的能源，我们拥有的比他们还多，我们什么都不需要。我们不需要他们的汽车，我更愿意在这里生产汽车。我们什么都不需要。现在可能会有一点混乱，但不会持续太久。但是他们需要我们，我们真的不需要他们，我们必须这么做。我很抱歉，我们必须这么做。是的，总统先生，您已经明确表示北约需要加强行动，尽管在第一任期内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。您如何看待这种新的跨大西洋关系？你是说北约要加强吗？北约在他的带领下正在加强，他只会加强。我们有共同的目标，就是结束战争。他在尽职尽责，他会做好工作。这就是我当初力挺他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。因为其他的候选人，我跟你说，肯定做不好。我需要把你的这段话给我的家人看看。我们会给他剪一个视频，就剪刚才那段话。至于其他的，他不在乎。这种新的跨大西洋合作，您是如何设想的？
是这样。你知道，我们毕竟隔着一个大洋，他们就在那儿，但因为拜登，我们投入了3500亿美元，他们才投入1000亿美元，这太不公平了。我说你们得公平，他们应该公平，拜登不应该这样把钱白白送出去。现在我们和乌克兰就稀土和其他一些事情达成了协议，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回报，很多回报能让我们拿回我们的钱。当然，我们做这件事不是为了这个，我做这些只是为了阻止战争，真正的拯救生命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待遇，就像我们一直以来被所有国家不公平对待一样，而且我们投入的资金也远远超过了欧洲国家。你知道的，他们受到的影响应该比我们大得多，毕竟我们之间还隔着一个大洋。但我认为好事会发生的，我真的这么认为。我们刚刚在会谈，马克他人很好，他说如果你能参与进来，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你会继续参与吗？不然这件事会持续很久。你打破了僵局，这至关重要。是的，我们打破了僵局，我们确实打破了僵局。我希望它是有意义的。你有问题吗？好的，谢谢总统先生，我是来自仅此新闻的阿曼达·汉森。关于南部边境，国土安全部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报告称，在拜登政府期间，关于抓捕后就放政策的数据是被篡改的，这涉及他们报告的入境非法移民的数量。这个问题问得好，请问你是哪家媒体？仅此新闻，阿曼达·汉森。很好，很好。你知道其中有多少是犯罪的非法移民吗？拜登卸任了，他的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，他能告诉我们吗？那不仅仅是篡改数字，对那些数字完全是假的。他给的数字是假的，我知道是假的，大家都知道是假的。但现在爆出来了，他们做的事情太可怕。那届政府对这个国家来说，简直就是一场噩梦。能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吗？我也不清楚，他们给的数字是假的。提供虚假数字是很不好的行为，但我不确定，我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我们想把事情弄清楚，我们正在追捕很多被放进我们国家的坏人，还有我们的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以及我的朋友汤姆·霍曼做得很棒，不是吗？他们在追捕这些人，你们也看到了。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他们抓起来，包括黑帮成员、黑帮头目、毒贩。荷兰没有这个问题，荷兰从来没有这个问题。如果你们想接手的话，荷兰也有一些问题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送一些好人到荷兰去。我可不确定。拜登对这个国家所做的事情是让100万人通过开放的边境涌入，这些人中有很多是从监狱、看守所和精神病院来的重刑犯。我总是说精神病院，因为他们精神确实不正常。他们来自世界各地，不仅仅是南美，而是来自世界各地。这太可悲了。你会问，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做？为什么？还有一些新的民主党内部民调显示，民主党的情况不太乐观，但民调也显示，共和党人在摇摆州和中期选举的关键战场上的不支持率高达54%。你认为共和党人能争取到这些选民吗？你知道，我的确赢了每个摇摆州，而且赢得很多，而且我也赢得了普选，赢得很多。我们还赢得了很多县。如果你看看县和选区规划，我们赢了2725个，他们赢了5001个，这很厉害。这就是为什么地图上都是代表共和党的红色，所以我们做得很好。是的，我认为我们从民主党那里赢得了胜利。如果你看看前几天晚上我做的演讲，我介绍了2位遇害的年轻女士，对吧？2个遇害的女士被非常恶毒残暴地杀害了，她们那么年轻，真是难以置信。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人，他们是被非法移民杀害的，而民主党人却不肯起立鼓掌。他们的母亲非常悲痛，他们在哭泣，每个人都在哭泣，而民主党人却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，毫无反应。他们不鼓掌，也不站起来，他们什么也不做。我们当时请了一位曾患有严重癌症的年轻人，他的梦想是将来能加入警察部门。我在介绍他出场时，那些民主党人竟然也没鼓掌。说实话，他们真令人厌恶，简直是精神错乱，就像杰克·史密斯一样，他们都是些精神错乱的人。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，我当时就站在台上介绍这位年轻人的母亲。
和最近被残忍杀害的2个年轻女孩的父母，而民主党人却对此无动于衷。这太可悲了。今天早上我发现其中一个女孩其实相当出名，现在有人在争论，为了让男人能够参加女子体育运动而疯狂争吵。我说，我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了，我认为这是一个95%的人反对的事情。但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我希望他们继续这样做，因为我认为他们不可能赢得选举。我告诉共和党人，我说现在不要提那个话题，因为现在没有选举，但在选举前1周左右提出来，因为你不可能输。现在所有事情都是跨性别这跨性别那，你知道他们的政治手段很糟糕，但有一点，他们很团结，你知道。我希望，当然共和党人也大多很团结，但我们有几个爱出风头的人，你知道，生活中总会有这样的人。但民主党人，当然他们也有爱出风头的人，但到了投票的时候，他们确实会团结一致，对吧？他们好像会在政府关门这件事上团结一致，这会影响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情吗？如果他们真的让政府关门，最终可能会导致非常非常高的税收。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避免政府关门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要立即开始着手有史以来最棒的税收法案。我们之前已经做过一次，这次是更新和补充，我们将要减免大家的税收。如果政府不开门，民主党就会阻止我们提供的所有这些好处。我们正在提供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棒的一揽子政策。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为中产阶级、企业、小企业主、雇主以及创造就业机会的人们减税。如果政府关门，那完全是因为民主党的原因，他们真的会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手中夺走很多东西。总统先生，关于关税问题，您已经明确表示不会退让，但许多美国小企业主表示，他们担心这些关税会损害他们的利益。您对此有何看法？他们会比现在富裕得多。昨天通用汽车的人来了，他们想要投资600亿美元。昨天脸书的人也来了，他们计划在年底前投资600亿美元。其他人也在谈论投资金额。几天前，正如你们所知，苹果公司宣布投资5000亿美元，他们将在美国建厂。他们的工厂几乎都在中国，现在他们要在美国建厂。原因有2点：第一，11月5日的选举；第二，关税。我想大概是按这个顺序排列的。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来了，他宣布投资5000亿。想想看，是5000亿，不是5亿。5亿已经很多了，对吧？所以如果他们投资5亿，我也会很高兴。但苹果公司的投资是5000亿美元。在美国建厂，这是因为选举结果，也因为关税和税收优惠政策。关税和税收优惠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。现在我们在印第安纳州有工厂正在建设，在密歇根州也有工厂正在建设，很多工厂要建起来。我正试图引导他们去密歇根州，因为密歇根州受到了欧洲的严重打击。如果你看看欧洲，看看欧盟就知道了。我们不能在那里卖车，因为他们的政策限制太多，而且他们还有非货币关税，他们会设置各种障碍让你寸步难行。看看现在的情况，我们几乎没法向欧洲卖车，但他们却能向我们卖数百万辆。他们不买我们的农产品，我们却买他们的。和他们做生意就像一条单行道。欧盟非常非常糟糕。他们起诉我们的公司，苹果公司被迫支付了160亿美元的案件费用。这和我很像，我赢了的那些案件，那些本来都不应该成为案件的，我们觉得他们根本没有理由起诉，但最终他们却找到了一位对他们极其偏袒的法官，并做出了对他们有利的判决。他们还在起诉谷歌，起诉脸书，起诉所有这些公司。他们正在从美国公司榨取数十亿美元，比我刚才提到的还要多得多。我猜他们用这些钱来运营欧洲，我不知道他们用它来做什么，但是他们对我们非常不好。显然，中国对我们也很不好，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对我们。说实话，我怪过去的总统们，因为当我当总统的时候，我们通过我征收的关税从中国获得了大约7000亿美元，没有其他总统从中国得到过1毛钱。
而且那仅仅是个开始。要不是新冠病毒流行，本来我可以完成整个流程的。但是我们必须对抗新冠病毒，而且我们做得非常好。但我们必须抗争。你还记得马克？当我上一任期交班的时候，股市的水平比新冠病毒来袭之前还要高，坦率地说，这简直是个奇迹。我们的确做得很好。但是关税非常重要，大家士气高涨。马克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恭喜你，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焕然一新，因为有那么一个人，实际上是一群人。因为我说的是整个团队，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而且很多伟大的事情正在发生。我从未见过这么多投资，现在有数万亿美元正在投资美国。想想看，我们的国家曾处在失败的边缘。”如果再有4年，像过去4年那样，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一个犯罪猖獗的烂摊子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件小事，他们称之为小事。但如果你喜欢吃鸡蛋，而且手头不宽裕，那这可不是一件小事。鸡蛋在过去几周已经降价了25%，这个鸡蛋问题是我们接手的一个烂摊子。食品杂货的价格稍微降了一点。能源价格也下降了。伯格姆州长，您想就此谈几句吗？您和克里斯能不能简单谈谈能源以及现在的情况？好的，我很乐意。我和克里斯刚从全球最大的能源会议剑桥能源周回来，全球的领导者、欧盟的人、所有能源生产国的官员，以及所有的跨国公司，还有美国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。大家都很兴奋，因为他们现在意识到，在美国，川普总统的政策是支持发展更多能源，而不是试图关闭能源。这种支持增长、支持商业、支持能源的方式，给了人们乐观情绪，因此市场对此做出了反应。能源期货市场的价格将会下降，因为人们知道我们不会扼杀我们国家繁荣所需的能源，同时也有利于和平，因为人们过去常常利用能源来助长川普总统正在努力结束的战争。我们知道高能源价格是导致他刚才提到的通货膨胀的原因。因此，这对我们来说实现了2个目标，即世界的繁荣和世界的和平。当我们有明智的能源政策时，川普总统已经把常识带回到能源政策中。现在油价已经降到了每桶65美元。我今天早上看到的，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。之前油价上涨，就是因为他们把我们好的能源政策给搞砸了。后来他们又立刻改回原来的政策，但是到那时情况已经失去了控制。就像那句俗话说的，野马已经脱缰了。克里斯，你想说点什么吗？我觉得道格说得很好，但常识回归、对能源的认知回归，以及对美国消费者的支持、对我们国家投资的支持，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。我认为这在全球范围内都受到了欢迎。这意味着资本流动，意味着更冷静的态度和更低的能源价格，以及为美国人带来更多的经济机会。所以，是的，那次全球能源会议的气氛非常欢快。我们正在推进一个项目，这个项目应该很容易完成。这是一个通过纽约一小段区域的管道项目。实际上，纽约已经阻碍这个项目很多年了，他们多年来一直想做这个项目。这个项目将会降低几乎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能源价格，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，因为他们的能源运输一直受纽约阻碍，所以无法运达。新英格兰、康涅狄格和纽约的能源价格都非常高，仅这一条管道，平均每个家庭在供暖上就能节省2500美元，在其他方面还能节省2500美元。所以，仅仅通过一条简单的管道，而且是经过一个需要它的地区，一个实际上是很贫困的地区，就能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其他好处。而且管道会埋在地下很深的地方，谁也看不到。一旦填好之后，就没人能看到，没人会知道它的存在。纽约、康涅狄格和新英格兰的家庭每年可以节省5000美元，想想看，因为他们现在的能源价格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。新英格兰简直是一场灾难，所以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。事实上，纽约州州长凯西·霍楚尔他人很好，明天早上9点会来。
他明天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谈这个，还有其他的事情。我希望我们不需要动用联邦政府的特殊权利来完成这件事，但如果需要，我们也会这么做。不过我觉得应该不需要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康涅狄格州想要这个项目，整个新英格兰地区都想要，谁不想要呢？而且除了其他好处之外，它还能创造就业机会，所以这会是一件非常令人激动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明天上午要和州长会面。总统先生，有些人有问题想问，谢谢。总统先生，格陵兰，您对得到格陵兰的可能性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这事儿会发生的，我之前没怎么考虑过，但现在我和一位可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坐在一起。你知道，就是马克，我们需要他来实现国际安全，不仅仅是安全，而是国际安全。我们有很多重量级玩家在格陵兰海域附近活动，我们必须小心，我们会和你谈谈的。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恰当的问题，非常感谢。所以关于北极，关于格陵兰它是否会加入美国，我不会就此发表意见，我不想把北约牵扯进来。但说到高纬度地区和北极，你说的完全正确。中国现在正在使用这些航线，我们知道俄罗斯正在进行重新武装，我们知道我们缺少破冰船。所以除了俄罗斯以外，还有7个北极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共同努力，以确保该地区的安全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知道那里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，我们必须在那里有实力。前几天我们刚在那里举行了选举，你觉得会举行全民公投或公民投票，让格陵兰人民来决定他们是否想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吗？是的，正如你所知，这次选举对我们来说结果不错，这不是一次全民公投，不能那样称呼它。这是一次选举，但就我们而言，赢得选举的是非常优秀的人，所以我们会讨论这件事，这非常重要。马克提到了破冰船，我们已经订购了，我们正在订购48艘破冰船。加拿大想知道他们是否能用我们的破冰船，我说你们得付钱。想想看，加拿大在军事上投入很少，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会保护他们。但即使是破冰船，我们也要订购48艘。加拿大想参与进来，我说你们得有自己的破冰船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是一个州，你就可以参与进来。但如果你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你必须自己购买破冰船。你们知道，俄罗斯大约有40艘破冰船，而我们只有1艘大型破冰船。但整个地区正变得非常重要，那是一条通往亚洲和俄罗斯的非常直接的航线，到处都是船只，我们必须要加以保护，所以我们必须就此达成协议。丹麦没能力做到，你知道。丹麦离得很远，实际上和这件事没什么关系。可能200年前有艘船在那里登陆过，他们就说他们在那里拥有主权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，实际上我觉得不是真的。但是我们一直在和丹麦、格陵兰打交道，我们必须这么做。我们确实需要财政安全。我认为这就是北约可能需要以某种方式介入的原因。我们需要格陵兰岛来保障国家安全，这非常重要。你知道，我们在格陵兰岛上已经有几个军事基地了，而且驻扎了不少士兵。也许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士兵去那里，我也不知道。皮特，你怎么看？等等，皮特，你不用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我们在那里有基地，而且驻扎了不少士兵。你对北约的承诺会有什么改变吗？资金投入还和以前一样吗？我认为他们让马克负责是一个很大的进步，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和他在所有事情上都意见一致。我们已经合作很久了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步。你必须保持北约的强大，必须保持它的作用。但我们现在最需要担心的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。我认为其他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。这件事本来不该发生。如果我们上一任总统有能力，这件事就不会发生。那个人非常不称职，你看看，他签署文件都是用自动签名笔来签署。
谁会用自动笔签署这些东西？谁会想到你会用自动笔签署重要的文件？你知道，你签署的都是重要的文件，你会很自豪地签署这些文件，你的签名在上面，300年后他们会说，哦，看，你能想象吗？他的所有文件都是用自动笔签署的，几乎所有东西，从来没有人听说过这种事，所以这根本不应该发生。明天在司法部要谈论执法问题，您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？你知道，我们会和司法部一起，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司法部，邦迪部长非常出色，还有托德·布兰奇以及阿梅尔，你们可能稍微了解他一点，他代理了一段时间。司法部里还有其他人也很棒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认为联邦调查局也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凯士局长会非常棒，还有所有人，还有丹·波吉诺，我非常高兴，我认为丹是个很棒的人。我觉得我们有非常出色的人才。我所要做的就是阐述我的愿景，实际上这也会是他们的愿景。但其中包含我的想法。基本上，我们不希望街头犯罪，不希望有人被推下地铁轨道并丧生，然后行凶者经过漫长的审判，最后逍遥法外。我们想要正义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城市和社区都安全。我们还会谈到移民问题以及很多其他事情，方方面面都会谈到。我很期待明天的司法部会议。总统先生，您一直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，您也多次强调过这一点，而且表达得非常明确。您是一位与好战分子打交道的和平主义者。我记得我们曾在这个房间里看到您与泽连斯基会面。您对普京的筹码是什么？您考虑过制裁吗？如果他拒绝谈判会怎么样？我确实有筹码，但我现在不想谈论筹码，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和他谈。而且基于他今天发表的声明，我认为那些声明相当积极，所以我不想谈论那个。我希望俄罗斯也会达成协议，而且我认为一旦达成协议，你们就再也不会回到冲突状态了。我不认为他们会再开枪。我真的相信，如果我们能达成一项和平条约，一项停火条约，我认为这会带来和平，这真的会带来和平。我不认为任何人想回到过去，他们已经冲突了很长时间，非常暴力血腥。我认为如果普京总统同意并实现停火，我们就能很好地完成这件事。我们想结束它，这就是原因。我只是所有人，包括史蒂夫在内，我们讨论土地问题、发电厂问题，这很复杂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你知道，你正在创造一个国家的边界。可悲的是，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，而它本不该发生的，我现在不知道他们会失去什么领土。克里米亚，你知道，我上次说过，克里米亚是奥巴马拱手让给俄国的，拜登给了俄国很多东西，而布什给了他格鲁吉亚，川普没给俄国任何东西。你知道我给了乌克兰什么吗？我给了他们标枪导弹，而且你知道标枪导弹非常有效，我什么都没给俄国。在2019年，还有，如果你看看，是我阻止了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，它完全停止了。北溪2号，在我来之前，没人听说过北溪2号，但我与普京总统相处得很好，我和他们大多数人都相处得很好，我和习主席相处得很好，我和金正恩相处得很好，我和他们所有人都相处得很好。我们没有战争，我们没有问题，我们以创纪录的速度消灭了伊斯兰国。莱辛·凯恩将军很棒。他把他们都消灭了，他会成为我们的新参谋长，对吧？他会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，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，他会做得非常出色。国防部长皮特也很棒，我对此毫不怀疑。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团队，真的很棒。请讲，请继续。总统先生，我们的一些盟友表示，他们担心自己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俄罗斯攻击的目标。您和俄罗斯总统直接对话过，您认为这些担忧是合理的吗？我不觉得，我觉得事情在结束的时候就会结束了，他们都会想回家休息。我不认为会发生那种事，我不认为会发生，我们会确保它不会发生，不会发生的，我们会确保它不会发生。好，请讲。
俄罗斯和伊朗的领导人明天将前往北京讨论核计划，您希望从中获得什么？也许他们会谈论非核项目，也许他们会谈论核武器的缓和，因为你知道，我曾和普京总统强烈的谈论过这件事。我们本可以做成一些事情的，如果上次选举没有被操纵，我们本可以有所作为的。我想我本可以和普京达成一项关于缓和核局势的协议，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去核化。我们本来可以降低核武器的威胁，因为核武器的威力太大了，而且具有毁灭性。现在俄罗斯和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遥遥领先，但中国将在5年内赶上我们。中国现在还没有那么多，但他们正在建造，而且建造速度很快。可能在4、5年内，他们拥有的数量就会和我们一样多。顺便说一句，这可是共和党的传统，就像里根总统80年代和戈尔巴乔夫谈判削减核武器数量一样。而你在第一个任期内就在做这件事，这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能减少核武器的数量，那将是一项伟大的成就。我们有太多的核武器，而且威力巨大。首先，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么多，然后我们还得让其他国家也参与进来，因为你们也知道，像金正恩也拥有大量的核武器，印度、巴基斯坦和其他一些国家也都有核武器。我们也想让他们参与进来，但我们是从俄罗斯开始，因为我们和俄罗斯拥有的核武器数量遥遥领先。我们本打算进行核裁军，而且本来可以实现的。之后我们本打算和中国谈，我和习近平主席谈过，他很喜欢这个想法。你知道，他也不想花几万亿美元来制造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到的武器，因为这非常昂贵，所以那本来会很棒。好，再来1、2个问题。谢谢。我们现在面临着周五午夜政府可能停摆的问题。民主党已经连续30年表示，如果政府停摆，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。您是否预计会亲自与民主党会议领袖舒默进行直接谈判？如果他们需要我，我随时都在100%。现在是2、3个人在负责。如果政府关门，那不是共和党人的错。我们通过了一项法案，共和党人团结一致，投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赞成票。我们只有1票反对。一个爱出风头的人，总有那么一个爱出风头的人，但结果令人震惊。人们惊讶于共和党人竟然能够如此团结的投票。团结一致，非常坚定。如果政府关门，连民主党也会承认是他们的错。而且我听说很多民主党人会投赞成票，我希望他们这样做。这是一个延期方案，但最终我们希望投票通过一个大型的、漂亮的法案，把税收、所有东西都放进去。我们将大幅减税，未来我们国家雇佣大量员工的公司提供巨大的激励。我会把它叫做一个难得的机会，一项完美的大法案。我喜欢这样，而且看起来他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我们还得处理一些与洛杉矶有关的事情。洛杉矶差点被烧毁。顺便说一句，我闯入了洛杉矶，你们相信吗？我闯入了洛杉矶，然后把水给他们引过去了。现在水已经流下来了，他们现在有太多的水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他们以前因为环保原因把水排到太平洋里，你能相信吗？与此同时，他们损失了25000栋房子，损失惨重，前所未见。但是我们现在有水了。我很想给你们看张照片，你们也看过了。水流经那些半圆形的管道，25年前他们有充足的水，但是他们把水闸关掉了。是以环保作为借口，但是我开启供水也是因为环保和防火的双重考虑。而且我第一个任期内就一直要求他们这么做。我说这么做吧，他们不听。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。他们缺水，现在农民有水灌溉农田了，水就在那里，但我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。我们强制开启供水，因为有些人害怕供水。他们尤其想保护一种小鱼。他们说，
如果没有水，怎么保护鱼呢？他们没有任何水，却要保护鱼。顺便说一句，那根本行不通。所以现在加州各地都有大量的水，都来自太平洋沿岸的西北地区，甚至还有一些来自加拿大。谢谢加拿大，非常感谢。说不定他们接下来就想把水关掉，还想收我们的水费，但这些水是从太平洋西北部来的。看到水势这么大，真是太好了。如果他们之前就这么做了，就不会有这次的火灾了。因为火早就被扑灭了，消防栓里会有水，人们客厅和卧室的自动喷水灭火器里也会充满水，可他们那时就是没水。政府要求他们安装洒水器，但因为没水，洒水器里没水，现在水流动起来，我们将不得不给洛杉矶一大笔钱来帮助他们。民主党人会想这么做的，所以这是唯一不同的地方。坦率地说，我认为这让事情变得容易多了，但重要的事情之一是，我们有一个宏伟的法案，我们必须完成它。这将使我们国家达到前所未有的地位，而且这是在减税。它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来到我们国家提供了巨大的激励。它在环境方面也很棒，但不是我们经历过的那种环境骗局。这个法案会提供了一切，这是一个宏伟的法案。我希望我们能得到批准，这将是下一步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有临时预算决议，而且共和党人已经批准了，现在就看民主党人是否批准了。我希望他们能批准，而且我觉得他们中的很多人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他们是想批准的。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谈过了，他们真的很想批准，可能他们的领导不希望他们批准。如果最终没通过，那完全是民主党人的责任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关于朝鲜半岛，目前半岛局势日益紧张，您也提到了金正恩。您是否有计划重建您在第一个任期内与他建立的关系？是啊，我会的。我和朝鲜的金正恩关系很好。如果上一次我没当选，如果是希拉里当选，你们早就和朝鲜发生核战争了。他当时也预料到了，他们说，几千人会死，不，几百万人会死。但我当选了，我们去了新加坡，我们见面了。我们去了越南，我们相处得很好，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。我们现在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你们不会再有之前的威胁了。我是说，我第一次竞选的时候，朝鲜半岛看起来就要开战了，你比任何人都清楚。是的，情势非常紧张，每个人都看到这一点。你邀请他去谈判，你做到了。一开始非常不顺利，他不见奥巴马，不接他的电话。我问你们打过多少次电话？他们打了很多次，他不接他们的电话。他告诉我他不会接他们的电话，但告诉我他，如果你还记得，一开始也很不顺利，实际上非常不顺利，非常糟糕。对，但在那之前，后来就停止了。当时的言辞非常强硬。当时，我记得你在联合国发表过一次演讲。对，没错。当时的情况有点危险，然后我们见面了，他们主动要求会面，而那次会面促成了在韩国举办的奥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之前没人买奥运会的票，因为他们不想被核武器袭击。我见了金正恩，奥运会不仅获得了成功，而且朝鲜也参加了，那真是太了不起了。那是川普政府的一项成就，一项伟大的成就。我和金正恩关系很好，我们走着瞧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是一个核大国，好吗？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